你肯定黄大强站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往王永泰的脸颊开了最后一枪？我记得是这样。你知道你故事的漏洞在哪里吗？黄大强的右手曾经受过重创，而且也有肌肉萎缩的症状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用右手开枪。所以，真正的凶手是你。 你们想怎么样？八蛋！现在有钱就不认兄弟！我已经给你们一笔钱了，早就没拖没欠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你会有今天，都是我们用命换回来的。现在跟你要点钱，你都不肯帮。我在5年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大家分了钱，各走各路的。 当初你穷到睡街时，谁带你回家的？你差点被警察抓，是谁帮你搞定的？还有你现在的老婆，是谁让给你的？我早就还清你们这个人情了，你们最好把我放了，要不然怎么样？你敢诬陷我们？现在我们就绑架你，跟你老婆要钱。你们最好想清楚一点，在这里绑架是死罪的。王八蛋，要死你先死！ 还不给钱？你们吃一半，混蛋！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！当我们问你黄大强躲在什么地方的时候，你装成一副为难的样子。其实，你已经想到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。 你故意说错他藏匿的地方，让我们去搜查那间非法妓院。其实黄大强是躲在隔了一条街的一间房子。当时警方的突击行动被黄大强的朋友看到，他担心会泄露黄大强的行踪，马上叫黄大强逃走。外面有警察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！ 你故意误导我们，是担心，如果警方突击真正的藏匿地点，很可能会马上逮捕到黄大强。到时候，你栽赃嫁祸的计划就会失败。于是你制造机会让黄大强逃走，因为你很了解他性格，如果他被警察追捕的话，一定会开枪反击。而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警方打死他，到时候你就成功的杀人灭口。 把一切的罪名都套在他头上。陈友仁，你猜对了，黄大强在枪战中被警察开枪打死了。你昨天不是说他被逮捕了？我们没有必要告诉你他的死讯。我们现在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你。你们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我是凶手。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要保护刀疤，是刀疤杀死王永泰的。 不是我，张良民已经发生车祸死了，真的是刀疤杀死王永泰的。我们已经排除了这个可能性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张良民的衣服上找到了王永泰的血迹，这证明了他当时的确在场。不过，我们却没有在他的衣服上发现火药残余物，这证明了开枪的人并不是张良民。我的衣服也没有啊。那是因为你把沾满王永泰血迹的衣服还有干案的枪一起丢弃了。 黄大强受到枪伤之后，并没有马上死去。我们送他前往医院的途中，一直追问他，所以他是凶手。可是他一直都不肯说。黄大强被送入医院后，经过一番抢救，结果还是死了。法医验出他的右手臂曾经受过重伤，也有肌肉萎缩的症状。这个症状已经超过1个月以上。黄大强在临死之前已经知道，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人知道他藏匿的地点。 虽然他知道你背叛了他，他还是不肯把你供出来。你口口声声说王永泰不讲义气，其实真正没有道义的人是你。陈友仁，即使你不认罪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正式控告你谋杀王永泰。童风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的错。
对不起。陈琳，泡给你的。谢谢。喂，安哥中南，你是不是想报恩？要不要以身相许？喂，当时要不是你推开我，我一定中枪。我欠你一个人情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还有啊，你也不要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了。哪会严重？我都还没有说要以身相许。小林，一进来就有好表现，这是好的开始。谢谢。连我们队长都公开称赞他，你该不会说人家没有真材实料了吧？你没本事啊你！其实我要感谢你们说那番话的，就是因为那番话才激发我更加积极的工作。因为你要证明给我们看，你不是虚有其表。我知道，要加入特别罪案调查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大家对我有误解，那也是很正常的。我只是想努力工作，希望能够跟得上大家的步伐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应该说你是因为背景好才被调来特别罪案调查组的。对不起。没关系啦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举办一个烧烤会，欢迎陈琳加入我们。好啊，既然 Mam 是新人，所有的食物、饮料、场地租金全交由你负责。嗯，没问题。真的啊？我负责，不过钱由你出哦。哇，怎么突然间下那么大雨啊？你男朋友呢？文斌，你去找个地方避雨吧。笑什么？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时候尝试放慢脚步。需要吗？如果两个人要继续走下去，那就需要互相配合。也许是习惯吧。我不太喜欢放慢脚步。怎么说？我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，母亲是一名律师。从小到大，我总会听到别人说，他父母那么优秀，女儿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应该给你造成一些压力吧？压力是难免的，但那也是积极向前的动力。所以我从小都是在不断自我鞭策的环境下长大。听起来好可怕。往好的方面想，这可以使我更快地达成目标。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，只要用心做就好。遵命，师傅。干嘛这样叫我啊？感觉真老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会当警察？因为我父亲的一个朋友，他也是警察。是他影响了你？我9岁的时候，我父亲因为生意失败而跳楼自杀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之后我跟我母亲陷入困境，我差点连书都没得读。益达，你们放心，叔叔一定会照顾你们的。他是我父亲的朋友，他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渐渐好转。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，我长大之后一定要像他一样，时不时帮助别人。可是，就算你从事其他行业，还是可以帮助别人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当时他穿着警员的制服，无形中影响我想当警员吧。不过加入警队之后，证明了一点，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因为警队资助我读完大学，给我机会进修，栽培我。没有警队，就没有今天的钟义达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太太要你离开警队，你会怎么样？我想我不会离开。就算要离婚，你也不会放弃。算了，你不必那么认真的思考。我不想知道答案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有点残忍。哎，
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将会有一个烧烤会，你一起来吧。好啊。来，Cheers。你今天的心情看起来很不错。嗯，还蛮开心的。怎么了？被上司称赞了？他的确鼓励了我，让我恢复了信心。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，我已经开始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。那今天我们该好好庆祝了。有什么好庆祝的？这只不过是个起步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谢谢。你点了什么菜啊？看了就知道。哎，你应该不会是想在这里向我求婚吧？我还以为可以给你个惊喜，没有想到你们当警察的警觉性真的很高。等一等，在你还没开始之前，可以不可以先听我说几句话？刚才我问了益达一个问题，他会不会因为家庭而放弃工作？其实我在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也在问我自己。那你心里有答案了吧？到目前为止，我的答案是不会。放心，我是不会要求你放弃当警察的。你现在当然可以说得轻松。如果我们两个组织了家庭之后，在1-2年内，你或许可以包容我的工作，但是10年之后呢？你可以保证，你不会因为家庭而要我离开警队。我有信心，我不会。可是我没信心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信心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，而且这些不是说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。文斌，再给我们大家一点时间好吗？看来我还没开始就失败了。我只是不想在你求婚之后才拒绝你，希望你明白。放心，我明白的。不过，你想不想看看戒指啊？受害者是一名女性，名叫徐树珊，24岁。昨天傍晚6点左右，她受到严重的性侵犯。别担心，他们2位是调查员，现在负责你的案件。我是东林警署的调查员廖心怡，这位是高级调查官唐耀嘉。我们是来帮你的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？能不能够接受我们的问话？我不要，我不要再想起这件事。如果你需要多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等。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，也能够理解你不想想起那些不愉快的事。不过，我们希望你能跟警方合作，说出真相。我不要，我永远都不要想起这件事。不如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吧。这些回忆，就算你现在不想，以后还是会回来的。唯一结束这场噩梦的方法，就是勇敢的去面对它。不要再说了，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。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只有这样才能够逮捕到那个伤害你的罪犯。他情绪这么激动，我看你们暂时不要跟他录口供吧。我们在外面等你。他现在
的情绪和心灵都很脆弱，肯定是无法跟我们合作。我们也不需要这么急吧？等一等吧，他或许很快就会跟我们说的。是了 ，ma'am， 徐小姐可以了。我们需要知道整件事发生的经过，请你从头说起。你慢慢说，你不要急。昨天傍晚6点多，我刚回到家没多久，就听到门铃响。昨天傍晚6点，徐树山回到家，大约10分钟后，他听到门铃响，于是他就去开门。徐树山听到那名警员跟他说，楼下的住客投诉他家经常发出噪音，所以需要查明情况。徐树山解释，他并没有制造噪音，可是那名男警员坚持要进入他的屋内调查。徐树山没有怀疑，所以就让男警员进入他的家里。男警员故意到处查看，是为了确保徐树山家里没有其他的人，同时向他套取个人资料。接着，男警员要求查看徐树山的房间。男警员进入房间后，忽然把门关上。徐树山问男警员要干什么，可是男警员却从他的腰间拿出他的警棍，威胁他，警告他不要叫喊，否则他就杀了他。男警员要徐树山躺在床上，并且威胁他，要他把衣服脱下。徐树山脱下衣服之后，男警员坐在床边，用双手在徐树山的身上不停地抚摸，接着就出现暴力的举动。男警员殴打徐树山之后，就用绳索绑住他的双手，再用相机进行拍摄。男警员拍完照片之后，威胁徐树山，要他不要报警，要不然就公开他的裸照。徐树山自行松绑之后，到附近的诊所求医，在医生的追问下，才说出整件事情。经过验伤后，证实疑犯并没有对徐树山进行强暴，只是动用暴力、百般凌辱和性虐待。这疑犯会不会是性无能？有可能，他做出这些举动，是在宣泄他内心的愤怒和郁闷。他强迫徐树山就范，也可能是享受高高在上、掌控一切的感觉。所以，这个疑犯在平常生活里，可能是个不被重视的人。疑犯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警员？我们在查案的时候，要设想最坏的情况。目前，我把疑犯当作是我们的警员。那要如何着手调查这个案件？这个问题，我让你回答。如果疑犯真的是我们的警员，他就不可能在执勤的时候干案，多数是在下班后才进行。疑犯或许是东陵警署的邻里警员，因为他对这一带的环境很熟悉，也容易向目标下手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是其他警署的警员。所以，我们先从东陵警署的警员开始，查问案发期间所有下班后的男警员，确认他们当时在哪里。还有呢？暂时就这样。你已经开始上手了。这么难得听你称赞我，应该感到高兴。可是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出现徐树山的脸孔，真的很难受。这种欺负弱小女性的人是最可耻的。如果他还是个警察，就更加不能原谅。
受害者徐淑珊，来自马来西亚新山，今年24岁，目前单身。他今年4月来到本地工作，手持工作准证，是一名行政助理。他目前居住在碧山区的一间3房式的主屋，身边没有亲人，社交圈子也很小。他和2名同乡的女性朋友常来往。据他们所说，徐淑珊性格内向，目前没有和任何异性朋友交往。是。从受害者这里，我们暂时还无法连接到疑犯的身份。这是从徐淑珊口中描述的疑犯拼图。疑犯是一名男性，华籍人士，大约25至35岁，身高1.7米，中等身材，当时身穿警察的制服。我们已经着手向东陵警署内的5个邻里警局进行查问工作，确认疑犯是否是真正的警员。情况怎样？是，我们协助调查组进行查问，已经确认东陵警署内的警员没有可疑的人物。现在我们应该扩大范围，调查其他警署的警员。这个案件关乎于我们警察部队的声誉，一定要尽快查出真相。如果真的是我们警员所做的话，我一定会对他执行严厉的处分。疑犯以警员的身份干案，令人防不胜防。尤其在本地，我们警察都受到公众的信任，更容易让疑犯下手。我们掌握了多少疑犯的资料？目前为止，我们对疑犯所知道的真的很少。他很小心，在现场几乎找不到他的指纹，所以我们也无法进行 DNA 核对工作。我推测，他在下手前曾经对目标做过调查。他像是一头狩猎的狼，暗地里观察目标。等他锁定目标之后，就会跟着对方。他会先调查猎物的住处、生活圈子、家庭背景。他必须确定在下手的时候是绝对安全的。我推测，疑犯是一个性格谨慎的人，他会做出准备功夫，才正式行动。疑犯利用警员的身份干案，得到甜头后，我敢肯定他会重复用同样的方式干案。我们要立即发出文告，提醒公众提高警惕，不要随意开门，让没有出示证件的警员进入屋内。Yes, sir. 我们也会尽快确定疑犯是否是真正的警员，再查出他的身份。邻里警局也会提供支援。我知道这宗案件不容易解决，我会调动人手，全力支援你们。大家辛苦一些，尽快查出真相。Yes, sir. 我们继续查问其他警署的制服警员，大家开始吧。Yes, ma'am. 7月11日晚上6点到7点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家。有时间证人吗？我的女朋友。看过这个人吗？ Have you noticed any of your colleagues behaving out of the norm recently? No, ma'am. 总算审问完所有的警员，确定疑犯是冒充警察来干案。你不认同？你别忘了，警察也是人，也会有人的欲望和弱点。疑犯相当熟悉警员的说话方式，连身上的装备也下足功夫，可见他十分了解警队的模式。他有可能曾经当过警员，又或者是退役警员。疑犯心理不正常，还有性虐待的癖好，这可能是一种自我强迫性的行为。我敢保证，他会再次出手。他可能潜藏在某一个角落，伺机而动，随时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女性。我们这样毫无头绪，到底要怎么把他揪出来呢？
肯出现啦。忙啊，又不是故意的。借口。那天如果不是因为碰上案件，我才有机会约你啊，不然呢，连你影子都看不到。亏我们还是同一个警署上班。哎，你是不是故意避开我老婆啊？是啊，就是不想见到这个管家婆，因为她很啰嗦。喂，你已经很久没参加我们 squad mate 的聚会了。看是不是很啰嗦？喂，你玩孤僻啊？独行侠已经不吃香喽。你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我建议你还是去看一个心理医生。我不出来是因为我今天难得放假，想在家里陪我的床。我家里的床很安静的，不会说我孤僻啊，心理有问题。喂，唐宥嘉，你真的很有问题耶！真的很有问题耶。哎，你们两口子今天那么有空啊？不用照顾孩子啊？今天他们跟爷爷奶奶出去玩，放我们1天假，所以叫你出来打网球。那你们两个打就好了，干嘛叫我？我约人打双打，所以叫你来凑数。谁啊？喏，来了。嗨。不介意吧？哎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到你，我会觉得不是在放假。真的啊？那等一下我跟你打球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你后面，不要让你看到我的脸哦。唐宥嘉，看来是时候锻炼身体啦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打网球了，所以有点不适应。你再让我练多一段时间，一定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。好啊，那以后我们就定时约你出来打球啊。怎么啦？哦，不敢接受挑战啊？我心里挣扎，是要家里的床还是网球拍？这里有蓝天白云，总好过待在家里吧。我在家里扭开电视，也可以看到蓝天白云。这里的空气比较清新啊。冷气房里的空气也很清新。那至少你可以看到我啊。我去厕所。哎，我要去。其实啊，他很关心你的。你老婆？廖心怡呀。有吗？不然他干嘛向淑芳问起你们两兄弟的事啊？这不叫关心，是多事。你不要这样说，其实他人不错的。哎，有没有机会发展啊？其实我早就结婚了。我是跟你说真的，我也是认真的。我早就跟警察部队结婚了。像我这种生活方式，根本不适合家庭生活，还是一个人比较自在一些。秀芳姐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佩服我什么？你能兼顾家庭和工作，真的很厉害。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，警队里有很多同事都碰上这个问题。关键呢是需要家人的支持。我比较幸运，是因为另一半也是警察，我们都了解彼此的工作性质，所以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摩擦。看得出你们很融洽。我们尽量呢把工作和家庭分开，只有那么一次为了工作事而吵架。什么事啊？我在怀第一胎的时候刚好碰上案件，一时没想那么多就跑去抓贼。我能为了这件事气得不得了，还把我骂了一顿。你呀，以后最好不要像我这样，懂吗？看来我应该物色警队里的同事做对象喽。可以考虑啊。喂，你觉得唐宥嘉怎么样？不用不好意思啊，说啦。喂。不可能。为什么那么肯定呢？我早就知道管家婆今天叫我出来没好事，原来真的想撮合我和心怡。我们是同组的同事，我不想把工作关系复杂化。OK， 那就是说，如果你跟心怡不在同一个警局里面工作的话，你就会考虑跟他约会喽。
老公，回家了。啊？哦，唐瑶家，心怡就拜托你啦。谢谢你今天叫我出来啊。走啦，拜拜。拜。不说话。我在想案件，那宗冒充警察的性侵犯案件，已经过了1个星期了，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头绪。我真的很不希望看到他再继续去伤害其他的女生。可是如果他不干案的话，我们又没有办法抓到他。笑什么？休假的时候还是不要看到同组的人比较好。OK， 那我就不谈公事喽。谢谢啊，不客气，拜拜。心怡，刚才秀芳和文龙他们说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你是指什么？我不想大家在工作上牵涉到私人感情，你明白吗？明白，我在工作上是很专业的，绝对不会这样。你真的明白我的意思？明白啊。我看我还是说得清楚一些吧。刚才秀芳和文龙2个明显是要撮合我们，你不要误会。我知道。你干嘛？今天这么啰嗦，一点都不像平常的你。心怡，爷爷，他是我的同事唐耀嘉。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上去坐坐吧。下次吧。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他是你的男朋友啊？爷爷，你不要乱想，我跟他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。其实唐先生不错啊，高大威猛，有正气，我一眼就看出啊，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。哎，不错不错。你才看了那么一眼，就觉得他很不错啊？那他有什么不好啊？他也没有特别好啊，是个普通人。他对我没有意思啊，你不要多心了。他对你没意思，那你自己呢？我也对他没有意思，一点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根本没有。OK。当年我追你奶奶的时候啊，我问他喜不喜欢我，他也说不喜欢，一点也不喜欢，根本不喜欢，完全不喜欢。刚接到一名女性报案，说她被一名警察性侵犯。张小姐，根据你的口供，
你昨天晚上11点左右，在自己的住家内被强迫和一名男警员发生性行为，对吗？没错，他强奸我。张瑶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记录上他在按摩院做脚底按摩。他说的话可信度有多高？你确定对方真的是警员？你不相信我讲的话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被警察强奸的。那请你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再说一遍。2个星期前，我在牛车水的一间小旅店和一个男人有交易。什么交易？请你说清楚。就是跟他上床，干那回事。张小姐，你是不是牵涉卖淫活动？就算我出来卖又怎么样？难道妓女就不能给人强奸吗？刚才你说你出来卖，是不是承认自己进行卖淫活动？我只是打个比喻，并没有说出来卖啊。张小姐，如果你要我们帮你的话，请你说出实情。我需要提醒你，作假口供是刑事罪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进行非法性交易 ？OK， 我说真话。反正我只想要那个警察被抓。刚才你说2个星期前，你在牛车水的一间小旅店内和一名男性进行非法交易，接着发生什么事？完成交易之后，突然有警察来扫荡。警察，不要跑！队长，这边。我等了一会儿，看见那个警察走了，我就出来了。我没有想到那个警察突然间倒回头，把我抓住了。接着呢？我求他不要抓我走，因为我不想失去工作准证，害怕被驱逐出境。条件是，我愿意免费为他服务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贿赂这名警员，提供免费性服务来换取你的自由？他考虑了一下，就答应了。 2个星期前，中央警署的确有个扫荡行动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是一个联合行动。东宁警署的甘邦爪哇邻里警局也派出警员参与行动。查查看，我想知道整个行动的详情。Yes, ma'am。他拿了我的个人资料，然后约好当天晚上到我家。我履行了开出的条件。那个警员完事以后就离开了。过后他还有再来找你吗？ 没了，一直到昨天晚上，他又找上门来，强迫我跟他上床。几点？大概10点左右。接着呢？我当然不答应他，然后他威胁我，还对我动粗。我拼命反抗，最后他没有得手，就走了。所以这名警员在昨晚并没有强奸你，他分明是要强奸我。 只是没有成功而已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我怕他没完没了，还要上门找我，所以我才来报警的。这名警员叫什么名字？他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哪里会告诉我真的名字？刚才你提到，在现场听到有人呼叫“桂祥”这个名字，对吗？ 我已经向中央警署的行动官询问过了，在2个星期前，中央警署因为人手不够，特别要求东宁警署派遣警员帮忙，任务是扫荡非法卖淫活动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
逮捕了7名非法妓女和4名嫖客。联合行动总共分成了4个行动小组，到旅店后巷搜查的是C队，共有5名男警员和1名女警员，他们逮到了4名试图逃走的非法妓女。这6名警员当中，刚好有1名警员叫张桂祥。尽快把这次参与扫荡行动的所有警员都叫回来问话。 Yes, ma'am。现在我们能够确定的是，张瑶当时的确被卷入这件事情当中，可是他指控警员受贿，还有和他性交易这件事，是不是可信？我们带了张瑶去验伤，证实他的确被人动手打过，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他是否有和疑犯发生性行为。上一次刚刚发生疑犯冒充警员干案，现在又有警员可能受贿的案件，这2者之间会不会有关联 ？Ma'am， 这是根据张瑶描述所做出的拼图画像。这是上次冒充警员对女生施暴的疑犯。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样貌方面有5成相似，不过有一个地方不吻合。第一疑犯很可能是个姓吴的，而第2疑犯跟张瑶发生过性行为。现在最重要是先确认张瑶所指的疑犯是不是真的警员。 哎呀，那个冒充警察的家伙真的是害死人了，搞到我们整个星期都在忙。我看明天的休假可能会被叫回来哦。Troy，不要乱说话，那是Wood啊。这不是Wood。我明天已经约了朋友安排好节目了，如果这次再放飞机的话，他们一定跟我绝交。就知道你会这么紧张，我刚刚是故意逗你的。无聊，我才不像你，整天只想工作。 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生活。谁说我没有节目？我明天正好约了朋友出海潜水。哎呀，有钱人家的玩意儿就是不一样。这个疑犯的胆量还真大，竟敢冒充警察来干案。容易对目标下手吗？当警察的要犯罪还不容易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前线的警察，常会碰到很多诱惑。只要起了贪念，就会利用职权来犯法。我知道。 不过，根据一项调查显示，我们新加坡警察的廉洁程度是亚洲排名第1的。排名第1不代表没有警察犯罪，警察也是人啊，也是会犯错的。没错，尤其像你这种意志不坚定的人，很容易受到诱惑的。喂，为什么你每次一定要找机会刺我一下？Sir， 什么事？ Yes sir， 我马上回去。什么事啊？唉，东林警署的调查员要找我问话 ，TL 叫我们马上回去。就只是找你啊？不然，你想见他们啊？那我让你去哦。张小姐，请你看一看，疑犯在不在里面？